哎，小伙伴们，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恭喜一下大河原先生。大河原先生的悉尼马拉松年龄组60到64的年龄组第16名，3小时04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他今年的悉尼马拉松是雅培的年龄组今年的锦标赛的赛事，就是雅培每年会选一场，明年是纽约，也就是说，大河原先生是全世界60到64岁年龄组的第16名，可以吧？我们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16号星期一，今天还是休息日，今天这边也是休息日，但是不是中秋的假期，这边今天叫敬老的日，就尊敬老人的那个敬老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休息，可能是休息日。看今天穿上这件背心，无锡马拉松的时候穿的这件。哦，有人冲我打招呼，不知道是不是认识。这件就是我说 Nike 的背心的版型太适合精英了，我不太行，而且我的身材介于 S 号和 M 号之间，这是个 M 的。你看他跑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这样，看没？或者是那样，就这块的开叉太大了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轻松跑，咱们回评论好吗？那一会儿咱们再聊。行，那咱们就抓紧开始。今天我又带了一壶水，有小伙伴说看我节目影子拿着水壶在跑会不会不舒服，但是问题是这样，您看见的那一段是我已经跑完强度课要回家了，那我不能把水壶扔了呀，我只能拿着水壶往家跑，是不是？我到大阪城把水壶放下，我就自己跑了，就不是一直都拿着水壶是不好跑，就不习惯。第一位是关于训练周期的，说自己现在跑3天休息1天，周末才能有时间跑长距离，可能工作忙，但是因为是3休1，到周末的时候不一定赶上哪一天，怎么办？看我都是第1天跑长距离，我也不是都是第1天跑长距离，第1天可能就觉得在心理建设上容易一些。您可以参考我的强度课，周3，因为强度课是周3，就有的时候我就加练1天，对吧？但是去年那段时间跑完波士顿那段时间比较懒散，有时候就少练1天。这种您就只能提前调整自己的训练，比方说这一周您发现周末是您的最后一个训练日，那前2天就做调整了，没关系的。就是我的观点还是训练得保证质量，尤其是长距离，就是这么说啊，您越付出努力的训练越要保持质量。你像我今天这种轻松跑随便跑就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如果您是跑强度课或者跑长距离，那在这2个之前做好准备，保持质量就行了。因为您现在跑3天休息1天，您如果不调整这个的话，总会面临周末是第2天或者第3天的情况。如果周末是第2个训练日呢，就还好，第1个训练日可以轻松跑。如果是第3个训练日呢，那不妨调整一下长距离的逻辑，要么稍微短一点点，要么就是前面慢一点，后边冲几组，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。下一个个数开始降温了，穿衣服什么的，我昨天也琢磨，其实老年这时候在北京就已经挺凉了，这儿太热了，所以我也没给大家推荐今年的秋装，因为我都还没穿呢。您就可以翻翻我，咱们这基本上是
差不多连续3年的日更节目了，连续2年多。您翻翻我每年的这个时候的节目，在北京的时候，差不多就 OK。我觉得我会先上半身的长袖，人的腿其实是不怕冷的，然后长的压缩裤是到晚些才会穿，其他的没什么。但是我有个特点，就是我穿普通有袖的短袖背心的时间不长，我一般就是这种竞速背心很快就能过渡到长袖，也不是说完全不穿，就时间不长。然后下一位小伙伴和另外一个问题都是关于跑步呼吸。其中一位小伙伴说的特逗，说想让我拍拍别人的呼吸声，看看有什么启发。其实呼吸这个事儿特别的主观，就我始终认为，呼吸就像跑姿一样，不需要刻意的模仿练，模仿你也模仿不了。呼吸要说，有什么窍门呢？就是稍微主动的吸深一点，像那些说什么腹式呼吸什么这些，都瞎掰。你再腹式呼吸，你那气也是进肺里，就吸深点就行了。但是别弄成深呼吸。一是吸深一点，二是我有个不成熟的经验。从中学那时候跑那1000米长跑的时候，就我发现，你实在不行了，就努力的把呼吸压慢，努力的，你哪怕觉得有点憋，你会发现又行了。当然每个人不一样。另外一位小伙伴问的也其实跟呼吸有关系，就是喝水。他看我们跑15公里的时候，4分10的配速喝水，他说4分10他根本喝不了，就呛。就首先4分10是个绝对值，4分10还没到我的马拉松配速呢，那我喝水肯定是很轻松的。就4分10我是什么状态呢？我这一口水从喝到咽下去，我可以不呼吸，我也能维持4分10的速度。但是如果您跑4分10，就像我那天冲刺的时候那样，那肯定是喝不了水了。但喝水，比赛中喝水有个小窍门，有几个小窍门。就是第一个呢，把那杯子捏一下，那杯口捏成一个尖儿，用那尖儿往嘴里倒，否则的话水就都从这个嘴唇两边流下去了。喝白水还行，但是我建议大家比赛不喝白水，就喝能量饮料，那过一会儿身上都黏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喝之前一定把气呼干净。要压住一口气，你难受死了。这是一次经历给我的启发。大概是有一年的北京半马，很早之前了。那次我跑了1小时30多，好像是，还是1小时20多，我忘了都。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挺快了。第2个水站在东直门桥，我喝了一口水，压住气儿了，压到胃里，就特别难受。过了2环的拐弯，才把这嗝打出来。就是你把气吧尽可能的在呼干的情况下喝这一口水，然后还是那个原理，就跟我那天说，就跟学游泳一下是一下似的，你别慌张，别着急。喝的时候鼻子吸气就 OK 了，你鼻子吸气是不会压住气的。因为我们跑步中为什么喝水容易压住气呢？这都在嘴在呼吸，压住气都压到食道里，压到胃里了。其他的没什么窍门，就是这配速你能轻松驾驭了，你也就喝水不是问题了。当然我在比赛的时候的那个配速我也轻松驾驭不了，那就只能是差不多每个水站每个饮料站都进，每个饮料站喝一小口，就是这样。
所以像有左水间湖那100公里有自己的那个补给，3个自备补给，弄那种瓶子的就舒服得多。如果马拉松能有这种服务就好了。然后下一个说我晨跑的话，早晨出门要多长时间？说时间特紧张，他得45分钟，就喝个水啊，喝个咖啡什么的。我也差不多，我比您时间还长呢，只不过就是我起得早。你看，比如今天我5点半才出门，但今天没有代表性。我们说昨天吧，昨天也是5点半出门。昨天我是3点50起来的。我起来以后都干嘛呢？先弄咖啡喝，差不多从起来到喝进嘴里有10分钟了已经。喝咖啡看电视，聊着天跑错路了，还要再转一圈。看电视是为了什么呢？是让自己第一让自己再清醒，第二呢，准备去卫生间。差不多这从喝咖啡到去完卫生间就4点，差不多4点40了。然后就是穿衣服穿鞋出门。昨天有点别的事儿耽误了一下，有工作的事儿。昨天5点20出的门，否则差不多就是5点到5点10分。今天跟昨天一样，但是今天多了一件事儿，今天要把评论整理出来，写在胶布贴在胳膊上，所以今天5点半、5点35才出门。就这样，就晨跑为什么说节省时间呢？晨跑就是效率会高一点，因为这段时间你没有别的事儿，比较专注。有时候我白天跑步，突然有个事儿，我要看一眼消息，要回复，要处理，这一个事儿就5分钟，下一个事儿又5分钟。你要是不巧再接个电话，对吧？那晨跑还有一个效率高是小路口，基本上你红绿灯就忽略了，这咱也没有什么道德问题，就是我就实话实说，对不对？白天也不行，所以我还是喜欢晨跑，因为我平常白天太忙了，晨跑难得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是有一位小伙伴说，那天我说我的不服的事情，他说其实田中先生不一定有我的力量好，只是跑起来省力。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误解，只是我觉得啊，我没有求证过，也没有调查过科学的东西，就是看上去的跑步省力，其实是因为特别有力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，这就跟你们看那些练劲儿的拿单杠走太空步，那你看着他闲庭信步，但是这是因为人家有劲儿，是不是？您跑跑你就知道了。你说你现在我就跟你说，你就拼了命的冲刺加速吧，绝大多数人100米也跑不进12、13秒。然后你录像拍下来看，你就是贴地来飞行，这你根本蹬不起来。你跟我说你努力这一步跨出去，那跨不出去，那都能跨出去，那立定跳远就不会那么难练了，是不是？就跟你看那些跳远选手那么的，或者跳高选手那么的优雅，那是因为有劲儿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个怎么说呢？就好多跑步的人宣扬，自媒体宣扬的一个不对的点，就是他们总在教你怎么使劲，怎么省劲儿，总说你这样省劲儿，那样省劲儿，但是其实他们就没告诉你说，你得先有劲儿，你才能更优化自己的动作，否则你怎么省劲儿？躺着省劲儿，对不对？跑步没有省力的办法，真的，跑步都是，就是你相信我，您的身体
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体系，您的身体会让您在当前的状态下实现一个最合适您当前状态的，就是这种动力，这种用力方式，就跟为什么我们看你小朋友走路跑步老跟要往前摔似的，那是因为他力量不足啊，但是他又要快，这都是本能。所以我老说跑姿这事儿就是训练的结果，其实它就是你身体的改变，而不是姿势的改变。您相信我，您试试，就沉下心来练。我的原则是，我在做一件事儿，不管这事儿是什么，如果我要去听别人的东西学习的话，我会听那些让你加油、让你受苦的，不会去听那些让你那种抄近路的。我觉得那种都有太多的，要不是个体差异，要不是其他的目的，真心的。否则的话，他就不会是那个有名的自媒体了。因为如果他说那些都对，那这些就成了普世价值，那就用不着他说了。您说是不是？行，下一个啊，下一系列关于运动设备，就手表什么的。我现在的主力就是高驰的Pace 3，平常训练的话戴Stride的脚上，但是比赛的时候呢，因为这边的大多数比赛还都像以前一样，都是要把芯片绑在鞋带上，所以呢，比赛的时候我就戴高驰的2代的 Pod， 就这2套没有什么明显的能力区别，都挺好的。所以高驰的 Pod 2代 Pod 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动态传感器。Pace 3双频 GPS 就很稳定，就挺好的。然后心率设备现在一直是高驰的心率臂带，我已经好久不戴胸带了。以前我是胸带支持者，因为那个年代光电还真的不行。现在我觉得胸带该要被淘汰了。我还是觉得动态传感器和心率带是能有尽量就有的东西，你这俩加起来不到1000块钱。它倒不是说能多好的指导您的训练，而是说就这些路您跑过，您还是希望把更多的东西记录下来，是不是？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就像写日记一样，我们不一定说写完日记还总翻看，不会的，只是说它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然后紧接着一系列的问题是关于，那咱们先回这个，关于亚索800。那天我说亚索800不是太有代表性，有小伙伴说，我说就我现在的水平跑亚索800，我觉得太难了。他说应该还好，其实不是的，确实太难了。我现在的目标是全程马拉松240，这样的话亚索800就是3分19平均配速，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，真心的挺难的。所以啊，就这么说，如果您现在的马拉松成绩是3小时半，亚索800可能就不是他适合你，是你适合他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总结，他可能就是某一天拍脑袋一想，然后呢，在一个资讯相对闭塞的年代，它就成了个真理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好多真理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就是那个时候你说像以前人们想发声被人听到，
那除非是要么先有名，要么先有钱，然后出版，然后有人给你有媒体给你宣传，你才能被人听到，然后这时候你说的就都对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了，谁都能发声。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的体验去质疑一些东西。我实际的体验就是亚索800我能轻松跑到3分40一个800的时候，我的全程马拉松4小时15都进不了。现在我的全程马拉松能跑到2小时41，但是我拼尽全力应该我也跑不了3分19配速的亚索800，应该是跑不了的，可能能勉强顶下来，但是很难。因为你们看我们的5个1公里的我的配速就知道了，800跟1公里差不太多了。行，然后最后一系列问题关于跑鞋的。我是这么觉得，各个厂商的顶级碳板、竞速碳板，如果你想穿的舒服，能发挥出它的作用，那么差不多全马要在330以内可能会好一些。你要说我就有钱就想穿，那其实它又是另一个话题，就是目前基本上所有厂商的顶级碳板处理的都还算宽容度比较大，您差不多全马4个半小时以内穿起来就不会太有违和感。但是如果您的配速在7、8分刚开始跑，那其实没必要花这个钱。然后各个厂商的第二梯队的碳板鞋差不多就是330到430之间，就是马拉松的成绩3小时30到4小时30之间，穿上去就会很合适。再慢的话呢，那要么就是您刚开始跑，要么就是您是大体重。如果您是大体重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买缓震鞋。如果您是刚开始跑，体重正常，或者是微胖人群，那其实就随便买性价比高、好看的就行了。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现在跑鞋也是越来越贵了。这个昨天下午直播我说的，基本上就是看您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喜好吧。行吧，基本上准备的都回完了，今天少说两句，我也少跑一点，咱们训练后见，加油干！9月16号星期一清晨6点58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。今天回了评论，我们都是第4天回评论。然后明天休息日，后天是合练的日子。刚才在大本营还看见了后藤先生，因为昨天这边有好多比赛，后藤先生去参加了一个京都的60公里，好像是9个小时多完成的。然后水泽先生昨天去参加了一个100公里，好像是8个小时50多分钟完成的。然后 Maki 桑好像还有一位小伙伴Yuki 一位女士去参加了另外一个富士山的比赛，就是不登顶跑到五合目，也是明年的富士山登顶的资格赛的一场，就是日本有2场都可以当做资格赛，一场是那个富士山登顶的当天的，就是到五合目的那个路线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之前，所以错过了报名时间。然后明年可能他们就要去富士山登顶，哎呀，不错。然后周末还有小伙伴跑的悉尼的马拉松，都挺不错的，还有国内的比赛。行吧，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挺累的，今天往回跑的时候腿都有点沉。明天早上还约了观众见面，我忘了明天是休息日了，跟人约了6点10分，回去问问看能不能改成6点半，然后轻松跑一圈就行了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我们下回再见。